伊朗最高领袖、政治顾问沙姆哈尼8月10号表示，伊朗已经为严惩以色列做好了准备。然而，他提到了通过法律、外交和媒体程序，并没有提到军事方面。请教一下杜先生，这是一种什么信号呢？哈尼亚被暗杀之后，伊朗报复的态度进行了多次调整。首先是直接报复，大规模报复，然后是通知第三国准备军事报复。最近呢，伊朗方面声称要推迟报复。总之，对以色列的报复手段，包括模式，有可能会发生变化。如果通过法律、外交解决问题，那说明呢，大规模的军事对抗、直接军事对抗，并不是伊朗的首选。第二呢，说明长期的对抗有可能是一个主要模式。如果抵抗之湖位于核心位置，这样呢，发动其他地区组织国家对以色列发动持续报复，有可能是今后的一个大方向。特别是目前伊朗已经把停火、恢复和平作为基本的目标，那说明呢，军事报复手段目前是次要选项，也说明今后中东地区各种形势有可能会更加复杂、更加动荡。有以色列高级官员称，如果收到伊朗方面即将发动袭击的信号，以色列可能会先发制人。请教一下邵女士，您觉得这种可能性有多大？从过去的历史来看呢，以色列确实有先发制人的传统，就是在威胁即将变成现实的时候，那以色列的一贯的做法就是先动手，包括之前在中东战争当中，他也是这样，就是他不会等到开第二枪，因为从以色列的这个国土面积来说呢，如果他要是开第二枪的话呢，那可能就会非常的被动，他没有什么战略纵深。那么以色列呢有 F-35I 隐身战斗机，另外呢还有很多的 F-15、F-16，其实他要组织报复的力量来说呢，他也有这个条件，包括他有其他的这个导弹等等，但是现在来说呢，你要想获得确凿的情报，其实难度很大，所以先发制人呢是可以进行，但是呢，它有非常苛刻的前提条件，就是有可靠的情报支持，而且呢，一次行动就必须成功，另外呢，还必须要防止这个局面进一步的失控。在伊朗发出将对以色列发动报复打击之际，美国紧急向中东大举增兵，增强对以色列的支持。目前，美空军 F-22战机已经抵达中东基地，美海军林肯号航母打击群也在前往途中。那么，美国此举能否有效震慑伊朗？面对伊朗可能的打击行动，美以会采取怎样应对策略？美国国务院8月9号表示，华盛顿将向以色列提供35亿美元，用于采购美国武器和军事装备。这笔资金来自美国国会今年4月通过的一笔140亿美元的外援拨款法案。更让外界关注的是，8月8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美空军的 F-22战机已于当天抵达中东地区，目的是降低伊朗或其代理人升级地区局势的可能性。据美国消息人士透露，这批战机是从阿拉斯加起飞，数量是10几架。美国将 F-22部署到中东，最理想的目的就是将伊朗吓住，让伊朗放弃对以色列进行报复。因为 F-22不仅具备出色的制空作战能力，对地攻击能力也很强啊。在对地攻击时 ，F-22既可以在机腹内置弹舱挂载1000磅联合直接攻击弹药，也可以挂载小直径炸弹，依靠自身出色的隐身性能，突破敌方的防空系统，对敌方地面目标实施突然打击。如果对伊朗的威慑失败，那 F-22也能依靠自身的超声速巡航能力，快速抵达指定空域，发射空导弹，拦截伊朗发射的导弹和无人机啊。目前，美海军林肯号航母打击群正赶往中东，将与罗斯福号航母形成双航母战斗群，以应对不断升级的地区紧张局势。林肯号是第一艘部署 F-35C 隐身舰载战斗机的美国航母，具备更强的攻击能力。不过，它需要2周或更长时间才能穿越太平洋和印度洋抵达中东。另据美国国防部8月11号发布的消息，美国防长奥斯汀当天与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通话表示，美国承诺采取一切可能的步骤保卫以色列。美国国防部还已下令林肯号航母打击群加速向中东地区转移，并下令佐治亚号巡航导弹核潜艇部署至中东地区。
佐治亚号巡航导弹核潜艇最多可携带144枚战斧对陆攻击巡航导弹，具备对以色列多个战略目标进行远程精确打击的能力。可以看出，美国这次为了保护以色列是下了大本钱了。与此同时，美海军10多架 FA-18EF 超级大黄蜂战斗机和1架 E-2D 鹰眼预警机已经从位于阿曼湾的罗斯福号航母起飞，飞往中东地区一处军事基地。美军调兵遣将协防以色列，跟随10多架 FA-18EF 战斗机从罗斯福号航母飞往中东陆上基地的，还有1架 E-2D 预警机。那么，为什么使用这样的搭配呢？一旦局势升级 ，E-2D 能发挥什么作用？E-2D 是美国海军最新型号的舰载预警机，绰号“先进鹰眼”。在外形上，它最大的特征是机身背部有一个直径达7.32米的雷达天线罩，里边搭载的是最核心的设备 AN/APY9 有源相控阵雷达。该型雷达的探测距离达550千米，能够提供360度的对空和对海探测能力。从美国方面释放的消息，美军主要的任务是帮助以色列拦截从伊朗发射的导弹、无人机等空中目标，而 E-2D 能够提供全面的战场态势感知，充当非常重要的角色。AN/APY9 雷达有3种模式，包括机载预警监测模式、扇区重点扫描模式和扇区重点跟踪模式。第一种模式是提供360度均匀机械扫描，检测数据的更新时间为10秒或12秒。第二种模式是采用机械扫描加电子扫描，以重点扫描关注扇区。第三种呢是只进行电子扫描，对特定扇形重点扫描，实现对目标保持跟踪。因此，如果伊朗对以色列展开报复行动，这架 E-2D 极有可能就会立马升空盯梢，并且重点盯着伊朗方向。值得指出的是 ，E-2D 在战场上还是多面手，可以通过多种数据链与其他平台进行信息共享和协同作战。这也就意味着 E-2D 可以连通美军在中东地区部署的战舰、防空系统和战斗机。一旦有任何一部雷达发现来袭的导弹或无人机 ，E-2D 都可以将信息第一时间转发至其他单位。同时 ，E-2D 还具备为宙斯盾军舰发射的标准6舰载防空导弹和 FA-18EF 战机发射的 AIM-120空导弹提供火控级别的目标指示的能力。此外 ，E-2D 还能有效地保护己方战机的安全。比如在 E-2D 和 FA-18EF 战机共同执行任务中 ，FA-18EF 战机甚至不需要开启机载雷达，而是通过 E-2D 传过来的信息进行飞行和作战。这样一来，战机就不容易被敌方发现。可见，在美海军的作战行动中 ，E-2D 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美海军这次让1架 E-2D 飞到中东的陆上基地，主要是为同时部署的10多架 FA-18EF 提供预警指挥。虽然美国空军在中东地区有E-3大型预警机，并不缺乏空中预警指挥能力，但还是同一军种进行联合更加方便。在今年4月，伊朗报复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中，部署在中东的美国海军宙斯盾巡洋舰和驱逐舰，他们发射的标准系列防空导弹，成功拦截了伊朗向以色列方向发射的数十枚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这次美国海军向中东增派的宙斯盾巡洋舰和驱逐舰，将在应对可能的伊朗导弹袭击中再次扮演关键角色。对于美国海军抽调了哪些驱逐舰和巡洋舰提供增援，外界不得而知。而罗斯福号航母打击群的护航舰艇包括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伊利湖号、阿利伯克级驱逐舰麦凯恩号、哈尔西号和丹尼尔井上号。这些宙斯盾战舰装备了数百枚标准2、标准3和标准6防空反导拦截导弹。其中，标准6的最大射程约370千米，具备拦截常规飞行器和弹道导弹的能力；而标准3专门为拦截中远程弹道导弹而研制。美国海军宙斯盾系统在协防以色列方面所能发挥的作用是非常大的。首先，宙斯盾系统的 SPY-1D 无源相控阵雷达有出色的对空探测能力，对弹道导弹的探测距离可达500千米以上，对低空无人机的探测距离也超过了100千米。只要伊朗中程弹道导弹发射，宙斯盾系统就能迅速发现并保持连续跟踪，同时将目标信息通过卫星通信系统传给以色列，让以色列提前做好拦截准备。其次，可通过数据链传输给中东地区的美军战机、陆基防空反导系统，然后陆海空一起对伊朗发射的导弹和无人机实施拦截，从而大大降低以色列的防空反导压力。
短片中提到，美空军多架 F-22战机已从美国阿拉斯加州驻地飞抵中东地区。美国军方对此可以说是非常高调，警告伊朗的意味明显。请教一下杜先生，您觉得 F-22能带来多大军事威慑力？如果大批量的 F-22战斗机到达中东地区，第一能显示美国强大的军事存在。美国目前在中东所集中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武器装备，而是能够对整个区域进行高强度控制的武器，像航空母舰作战范围广、影响能力大，隐身战斗机突防能力强，而且攻击效果明显。其次呢是威慑伊朗。目前伊朗的防空反导体系无法对目标进行侦察预警，更没有办法进行高效拦截，也可以像手术刀一样在伊朗周边采取任何形式的作战行动，同时对以色列能够提供某种保护。美国白宫日前表示，美国已经向中东地区投送了多到可怕的军力。伊朗如果袭击以色列，将面临相当严重的后果。请教一下邵女士，您觉得美国增援以色列是否还有其他目的？因为我们知道，每当有什么大事儿的时候，你像伊拉克的民兵啊，包括黎巴嫩真主党啊，还有也门胡塞武装，他们呢除了要打以色列之外，其实更主要的，他们可能还是要打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基地。那从去年10月份到现在，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基地遭到的打击已经有100多次了。那么这一次呢，我想在伊朗进行报复的同时，很难排除其他的抵抗轴心成员去袭击美军基地的可能性，特别是伊拉克的民兵，因为美国在伊拉克呢是有军事基地的，所以他现在调来这么多的兵力呢，也是为了保护美军基地。所以总的来说呢，在中东加强军事部署，对于美国来说，它要达到多方面的目的。那如果说伊朗的报复不是特别大的规模，我想目前的这个兵力呢是可以应对的。但是如果这个规模太大了，那恐怕现代的兵力呢，也会出现一些问题。但是这个里边呢，就是双方的一个博弈，就是伊朗也不会说毫无保留地对以色列进行报复，就他也有他的分寸火候。我相信美国和伊朗背后呢，一定会有一些谈判，会有一些交流。自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作为抵抗之虎一员的黎巴嫩真主党就持续与以色列交火。那么黎巴嫩真主党的实力究竟如何？一旦冲突升级，以色列在北部面临多大压力？据以色列情报部门估计，黎巴嫩真主党当前约有2万名左右的士兵，但极限动员能够参战的人员可达10万人左右。而且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普遍经过严格培训，很多人还都有着丰富的战场经验，先后在叙利亚、伊拉克与伊斯兰国极端组织进行过长期作战。黎巴嫩真主党拥有约15万枚火箭弹和导弹，并呈现逐年递增的状态。黎巴嫩真主党最常使用的是自制的122毫米多管火箭炮，外界观察指其应该是仿制俄制的冰雹火箭炮，射程在4至40千米之间，可装备高爆弹药、子母弹等不同的战斗部。黎巴嫩真主党将这种火箭炮安装在卡车后部，能够快速机动，进行多发齐射。虽然打击精度有限，但飞行时间短，弹道低，有一定的拦截难度。除了122毫米火箭炮，黎巴嫩真主党还有射程超100千米的开布尔1型火箭炮，射程250千米的泽尔扎1型火箭炮，射程200千米的泽尔扎2型火箭炮。尽管以色列国防军的铁穹防空系统能够有效拦截来袭的火箭弹，而如果黎巴嫩真主党进行大规模炮击，铁穹也会应接不暇，尤其是以色列的铁穹拦截弹数量也没那么多。除火箭弹外，黎巴嫩真主党手上还有让以色列感到更头疼的武器，包括飞毛腿导弹和伊朗提供的征服者110导弹在内的战术弹道导弹，据说数量还不少，能够精准地打击以色列境内诸如指挥所、机场等高价值目标。黎巴嫩退役陆军将领哈利勒赫卢就指出，伊朗制造的弹道导弹还没派上用场，其中征服者110导弹的射程约300千米，足以从黎巴嫩境内打到以色列特拉维夫和耶路撒冷。
而飞毛腿导弹的600千米射程足以覆盖整个以色列。黎巴嫩真主党还拥有多种反舰导弹和数量巨大的反坦克导弹。近年来还建立了一个庞大的无人机武器库，包括多种无人机和自杀式巡飞弹。此前，黎巴嫩真主党发布了一段长达近10分钟的无人机拍摄画面，他们的无人机飞越了几乎整个以色列北部，一路渗透到距离边境30千米以外的以色列领土上。以色列军队的大卫投石所和铁穹防空阵地、雷达、军工厂、弹药和燃料库等众多敏感目标均在监视下。可见，黎巴嫩真主党的军事实力整体上不如以军，但不容小觑。外界普遍将其形容为一支中等规模的正规军，足以开辟对抗以色列的第2条战线。一旦黎以双方真的发生大规模冲突，以色列即便能打赢，付出的代价也将非常大。敏感时期，俄联邦安全会议秘书、前国防部长绍伊古8月5号率代表团访问德黑兰，也备受关注。俄政治分析家谢尔盖·马尔科夫认为，俄方此时派绍伊古访问伊朗，可能有以下原因：首先是为打击美国及其盟友做准备，这将是对华盛顿支持基辅的严厉报复。绍伊古可能就地谋划如何给美国人及其支持者造成最大损失。二是俄罗斯试图在伊朗、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之间进行调停，想办法阻止中东爆发大规模战争。我觉得对于俄罗斯来讲呢，现在对伊朗进行支持这个是首先表现出了态度。当然，帮助伊朗提高自己的国家安全保护的能力，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个目的。在俄罗斯的帮助之下，伊朗肯定是希望提升自己全境的防空反导能力。那么，包括去针对以色列的一些，比如说隐身战机包括这个巡航导弹打击的一种防御能力。另有消息称，在伊朗向俄罗斯提出防空装备的需求后，俄罗斯已经开始提供先进雷达和防空设备，包括摩曼斯克 BN 电子战系统和 S-400防空导弹系统。不过，俄罗斯方面并未证实。分析指出，如果消息属实，这将是俄罗斯首次向伊朗交付 S-400防空系统，将极大提升伊朗的防空实力。近段时间以来，黎巴嫩真主党与以军持续展开战斗。外界观察，黎巴嫩真主党有可能单独对以发动攻击。请教一下杜先生，您如何分析？从抵抗之弧的基本位置去分析，黎巴嫩距以色列最近，而且边境线最长。如果使用伊朗提供的远程武器，包括重型火箭弹、导弹等目标，对以色列发动打击行动，无论是军用目标、民用目标，将会承受重大损失。所以从地理位置上去分析，黎巴嫩真主党对以色列北部的威慑是最大的。另外呢，黎巴嫩真主党有着丰富的斗争经验，它的地下隧道网络非常的丰富，而且作战兵力和哈马斯相比有明显的增加，特别是在先进武器、远程武器以及游击战方面有很多经验。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如果对以色列北部地区，无论是军事目标、民用目标发起各种打击行动，优势相对明显。抵抗之弧是伊朗主导的一个抗以联盟，包括哈马斯、黎巴嫩真主党、胡塞武装以及一些伊拉克民兵武装等。请教一下邵女士，抵抗之弧平时是如何联动的？那么在针对以色列方面有着怎样的战略？组织他们本身呢有自己的政治诉求，他们跟伊朗呢确实有一些这种关联，就是他们比如说都是反美，都是反以，这是他们之间的共同点。但是这个共同点并不是说在任何事情上他们都要协调一致，都要共进退。所以首先呢要认识到抵抗之弧它有它的独立性。那现在大家其实比较关注的就是对以色列的这个报复会不会抵抗轴心一起上。目前来说呢，这种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实际上，胡塞武装和黎巴嫩真主党，他们和以色列之间的这个冲突呢，一直也没有消停。那么，伊拉克的民兵组织呢，其实它离以色列比较远，所以它主要是打美军驻伊拉克的基地。当然，必要的时候呢，也可以去袭击以色列。那我觉得他们和伊朗呢进行一个联合行动，这个完全有可能。而且这样的一个联合行动，对于以色列来说，它不太好应对，毕竟就是方向多，而且呢，可能来袭的目标也多。要想能够拦截呢，确实还是难度比较大。
但是呢，我觉得也不排除另外一种可能，就是伊朗在报复的过程当中单干。其实我个人倒更倾向于伊朗单干，因为单干的话呢，它对整个局势能够形成一个更好的控制。如果说其他的力量加进来，万一呢走得太远，那么对伊朗来说是不利的。